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24号在北京揭幕。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稳步推进制度性开放，不断以更高水平的开放链接世界。论坛以持续发展的中国为主题，多位中国政策制定者与来自国际组织、世界500强、全球工商界的110多位嘉宾讨论中国发展以及外商投资等问题。24号上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开幕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自2000年创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每年全国两会后举办的首个国家级大型国际论坛，已经成为推动中国与世界对话合作的重要桥梁。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本次年会以持续发展的中国为主题，既是对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客观描述，也充分体现了各界对中国经济行稳致远、高质量发展的关注和期许。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李强指出，今天的中国经济已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着力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依法保护各类企业合法权益，稳步推进制度性开放，不断以更高水平的开放链接世界。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必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合作共赢的机遇。我们愿同世界分享中国持续发展的大机遇，与各方携手创造共同发展的美好未来。国家发改委主任郑山杰在会上表示，中国推动7个领域设备更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将持续为国内外投资者带来机遇。我们将在7个领域推动设备更新，像工业、农业、教育、交通、建筑、文旅、医疗这7个领域，有望形成规模在5万亿以上的巨大的市场。同时呢，我们开展汽车、家电、家居等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也有望释放万亿规模的市场潜力。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的转型，在2030年前，每年至少新增投资在2万亿以上，中外企业都可以从中分享这个红利，赢得发展的新增量和新优势。今年的论坛吸引了100余位，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主要负责人，来自能源资源、装备制造、金融保险、高科技与半导体、医药健康、专业服务、日用消费等行业的外资企业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以及包括诺贝尔奖和图灵奖获得者在内的国际知名学者。参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该组织预计今明2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仍将超过3%。而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I'm very excited about the commitment of China to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t has served China and the world well in the past. I have no doubt it will serve the world very well in the future. 美国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是论坛的老朋友。刚刚在上海参加完苹果上海静安寺广场店开业仪式的库克表示，他爱中国，将继续投资中国市场。Are you enjoy your trip in China? Very much. I love China and the people. I'm so happy to be here. It's great to be back in China, and we're continuing to invest. 著名全球发展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表示，美国应重新考虑投资中国的限制政策，因为这些政策对美国不利，在美国也不受欢迎。美国人民希望与中国恢复正常、平和的交往关系。It's trying to maintain open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everybody. It's trying to provide cutting-edge technological solutions, electric vehicles, or zero-carbon power, 5G,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so this i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whole world.
Verimark 实验室创始人、2007年图灵奖得主约瑟夫·西发基斯表示，中国拥有庞大的工业生态系统，将在这场走向自主人工智能的行动中起到带头作用。自动驾驶汽车和自动电信系统，我认为在这2个领域，中国人都做得很好。中国可以利用工业基础来建立另一种人工智能，不仅仅是对话系统，还有更多自动化的系统。今早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5号表示，马英九先生将率台湾青年于4月1号到11号到广东、陕西、北京等地寻根交流，参加甲辰2024年清明公祭轩辕皇帝典礼等活动并参访。我们欢迎马英九先生率团来访，希望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弘扬慎终追远、饮水思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包括两岸青年交流在内的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和心灵契合，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造福两岸同胞，共促民族复兴。据美媒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于4月访华，虽然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但已经多次暗示与中国有关的优先事项。实际上，去年7月，耶伦便曾到访中国，与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举行会谈。此后，耶伦多次与中国展开经贸领域交流，加强沟通成为双方反复强调的关键词。当地时间23号，2名美国官员向美国政治新闻网表示，财长耶伦将于4月再度访问中国，但没有透露耶伦访华日程和会议议程等细节。不过，外界注意到，在最近几个月的演讲和采访中，耶伦和其他美财政部高级官员已多次暗示与中国有关的优先事项。彭博社形容，这表明中美2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正在进一步稳定。报道称，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耶伦的访问计划反映出拜登政府寻求维持中美2国关系仍然脆弱的稳定。去年12月，耶伦在一次讲话中表示，拜登政府寻求负责任地管理双边关系，与中方举行面对面会晤是至关重要的。耶伦当时还称，他计划在2024年以美国财长身份第2次访华，讨论所关切的困难领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苏晓辉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表示，中美双方对此次潜在的访问不会有过高的预期，而是希望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触及到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双方的机制化的合作，在深入一些具体的问题，不管是双方之间的经贸关系，还是金融政策方面的沟通，包括美国观察中国的发展态势，都是耶伦一次又一次访华行程以及工作组相关会议希望能够达成的目标。有美媒注意到，随着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临近，渲染中国威胁论成为美国政客竞选宣传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这一背景下，拜登政府试图通过高级官员访问来缓和中美2国的紧张关系。实际上，从去年6月份起，美国官员开始密集访华，沟通均是其中的关键词。耶伦去年7月的访华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这也是其财长任内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2023年7月6号，耶伦抵达北京当天，就有媒体报道，他与接机的中国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司司长杨英明握手近20秒。当时北京上空刚好出现了一道彩虹，耶伦经提醒后抬头欣赏。知名公众号玉渊谈天也分析了这道彩虹的寓意，认为中美关系要带着诚意，互相尊重，才能雨过天晴。耶伦在华期间，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与其举行了会谈。会谈结束后，中方财政部在通报耶伦访华情况时特别提到，后续保持中美经济领域的高层交往和各层级沟通交流。而在美方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耶伦也直言，预计此行将有助于与中国新经济团队建立一个有弹性且富有成效的沟通渠道。根据双方在会谈中达成的共识，形成了中美经济工作组和中美金融工作组，分别由中美2国财政部副部长级官员及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级官员牵头。这2个工作组的成立提供了相通的平台，创造了共进的契机。
据公开资料显示，耶伦是著名经济学家，在就任财长之前曾担任美联储主席。根据其在公开场合的表态，外界普遍认为耶伦对华立场比较温和，多次强调不寻求与中国脱钩。去年11月，他与应邀访美的何立峰又举行数次会谈，为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做好经济成果准备，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回到健康稳定发展轨道。耶伦也在会后的记者会上重申，美方不寻求同中国脱钩。I spoke to Vice Premier He about our goal of achieving a healthy economic relationship that benefits both our countries over time. We do not seek to decouple our economy from China's. This would be damaging to both the U.S. and China and destabilizing for the world. 深圳卫视注意到，今年2月，美国财政部代表团在参加中美经济工作组第3次会议期间，就曾透露出，耶伦希望今年能访问中国。当时就有舆论解读，该会议将为耶伦计划中的访华做铺垫。会议由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敏和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尚博共同主持，双方就两国宏观经济形势及政策、20国集团财经合作、发展中国家债务、产业政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坦诚、务实、建设性的交流。中方就美对华加征关税、双向投资限制、制裁打压中方企业等表达了关切。此外，中美两国商务部还成立了商贸工作组，并于今年2月举行了第1次副部长级会议。有分析指，中美商贸工作组与中美经济工作组、金融工作组一起，共同组成了中美经贸沟通机制。3个工作组定位不同，各有侧重，但共同覆盖了几乎中美经贸领域对话沟通所涉及到的全部问题。23号，在仁爱礁临近海域，中国海警舰船对企图向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运送物资的菲方船只采取管控、驱离等措施。那么，对此，国防部发言人吴谦24号回应表示，菲律宾舰船擅闯中国仁爱礁临近海域，完全是菲方挑衅滋事。如果菲方一再挑战中方底线，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果断措施。23号，菲律宾在上轮运补仅18天之后，违背承诺，再次派出2艘海警船、1艘运补船擅闯中国仁爱礁临近海域，图谋向其非法坐滩军舰实施非正常运补、运送建筑材料，借机侵权挑衅滋事，一意孤行，蓄意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现场非运补船不顾中方多次劝阻、警告和航路管制，仍强行冲闯侵入。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实施规制、拦阻、驱离，处置合理合法、专业规范。吴谦24号在答记者问中表示，此次事件完全是由菲方挑衅滋事引发的，中方处置合理合法、专业规范。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中方愿与菲方通过对话谈判妥善解决争议，但菲方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妄图将仁爱礁非法坐滩军舰加固建成永久性设施，中方对此绝不会坐视不管。我们正告菲方停止发表任何可能导致矛盾激化、局势升级的言论，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如果菲方一再挑战中方底线，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坚定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国防部很严肃的、很严重的这个发出警告代表就是说这个仁爱礁的主权的宣示愿意跟菲律宾坐下来商谈解决的一个问题，但菲律宾本身来讲并不愿意坐下来谈，只是用一艘这个搁浅在那里的第2次世界大战的这种战舰那不断的补给，那这个中国是不同意这样的一个做法的。据统计，今年以来，中菲双方在仁爱礁、黄岩岛等海域发生近11次摩擦。本月15号，国防部就已对菲律宾频繁袭扰仁爱礁问题进行了回应。
称菲方的行为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其行为严重违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国防部还特别指出，有域外大国参与其中，他们罔顾事实，为非站台背书，挑事生非，妄图搅乱地区局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号对菲律宾访问期间，就再次对南海问题指手画脚。这是布林肯自菲总统马克思2022年上任后第2次访问该国，也是继不久前美商务部长雷蒙多之后又一位访菲的美国高官。布林肯在会见菲外长马纳罗后的记者会上声称，美菲在南海有着共同的目标，美国对于菲律宾的共同防御条约有着钢铁般的承诺。事实上的菲律宾的这个实力其实我看是不堪一击的，搅乱是可能会有了但事实上能不能真正的在南海里面构成一些威胁我想以现在目前中国大陆的这个实力已经相当坚强了。菲律宾想在这个地方占得便宜的可能性并不高那美国呢，也只能借由这些周边的国家那么来这边搅事。实际上，仁爱礁的主权归属简单清晰，非在仁爱礁坐滩明显侵犯中国主权，但西方媒体过去20多年来一直进行偏颇报道。美方更是不断怂恿、煽动菲律宾维修加固坐滩军舰，甚至频繁派军机、军舰进行所谓自由航行和侦察活动，在南海周边国家进行军事演习和联合巡逻，并动辄以履行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相威胁。分析指，正因为有美专业团队来为菲律宾在南海搅局进行精心策划，菲律宾才显得底气十足。白宫近期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将于4月11号在白宫主持首次美日菲3方领导人峰会，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讨论经济关系和印太安全议题。有报道指出，美日菲领导人会谈的协调工作主要由美国负责，意在推动亚太多边合作，以遏制中国。实际上，近段时间以来，美日菲3国在南海方向上互动频繁，外界高度关注此次美日菲3边首次领导人峰会是否会宣布成立一个类似美英澳奥库斯或美日澳印4方安全对话的安全机制。美日菲但是这个3国的这个除了地缘政治之外它其实实力上的差距太大了。所以是不是能形成一个比较巩固的这种所谓围堵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小圈圈我想可能性并不大那么只是美国那么不断的在印太地区那么展现它还是有一些盟友可以跟他一起共同那个对抗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已。